好，接下来介绍就是这一台 Poema One 空气清净机。那这可不是普通的空气清净机啊，它是一台标榜了完全零耗材的空气清净机，不需要再额外定期去购买新的滤网来换的空气清净机啊，是不是很猛？而且还具备了第三方机构的认证，可以抑制空气中 99.99% 的新冠病毒。哇，听了是不是非常的诱人？那我自己也使用这一台将近1个月的时间，我这边就来分享一下我整个的使用心得。那首先，它最大的特色免耗材部分，究竟要怎样才可以达到免耗材呢？那这时候就来好好介绍它的 TPA 双极裂层技术。哇，讲到这个 TPA， 我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好，那我们就来好好一层一层看一下这个 TPA 双极裂层技术的过滤原理。那首先，空气会从底部的进气孔进入机器之中，那接着就会来到第一层出效滤网的部分。那这一层主要是来做一个初步的过滤，它会过滤掉毛发、皮屑这一类的灰尘。那接着我们会需要一起介绍第二层发生极，还有第三层快干收集极这2层。那这2层会一个通正电，一个通负电，让2层中间产生离子场。那通过第2层的有害颗粒会被带上电荷，那这些有害颗粒在抵达下一层快干收集极的时候，就会被第3层的负电给吸附住。那这个离子场除了刚刚讲的带电荷吸附颗粒的功能以外，最猛的是它还可以直接分解甲醛，杀灭细菌和病毒等有害微生物。那空气在最后出来之前呢，还会再经过最后的一层，也就是第4层纳米催化网。那这一层的话，它会分解掉有害气体，降低臭氧浓度。那这大概就是它的进化原理。那基本上这4层呢，都是不需要做更换的。第1层和第3层只要透过简单的水洗就好。那第2层来讲的话，只要透过干擦的方式就可以。那这边要注意是第2层千万不要拿去水洗。那最后一层纳米催化网，因为它是催化作用，这边只要晒晒太阳，它就可以恢复了。所以说，就透过这4层，让他们神奇地做到了免耗材这个神奇的魔法。那达到了免耗材，它的效果也没有打折扣，针对 PM2.5 啊、甲醛，然后细菌和病毒都有高达 99.9% 的去除率。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他们真的送验了超多第三方认证的机构。那其中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法国的 Texer 的认证报告。那这边的话，它指出它能在12个小时内有效抑制 99% 的新冠病毒 SARS-CoV-2。那这边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它不直接写 COVID-19 这个大家比较知道的名称？那我这边也稍微科普一下 ，SARS-CoV-2 这个是病毒的学名。那大家比较常听到这个 COVID-19 则是疾病的名字，所以是 SARS-CoV-2 这个病毒造成了 COVID-19 这个疾病，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关系。好，然后接着我们来聊聊空气清净机必看的3大数值：洁净空气输出比例 （CADR 值）、累积净化量 （CCM 值），然后还有它的噪音分贝。那首先，它最大的风速 CADR 值高达445立方米每小时。那以一个5平的空间来讲的话，就大概6分钟就可以净化室内所有空气1次。那以12平的空间来讲的话，大概就是15分钟会帮你把室内空气全部换1次。那这个净化的效率和这个换气的效率来讲是蛮不错的。那再来就是 CCM 值累积净化量，那这个主要就是来看说它的清洁能力会不会随着清洁的灰尘量越多而开始有递减的部分，也就是它持久力的部分了。那这边它检测出来是 P4， 也是最高级的部分，所以代表说它的清洁力是有一定的持久度，就不用太担心。那最后就是它的音量分贝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表现蛮好的。以书面模式来讲的话，我是几乎听不到声音的。就是真的是很难辨识说它是不是有启动那种超级安静。而这边我也检测了1公尺左右，在每一个风速底下的分贝量供你们做参考，你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声音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然后 Poema 还有他们自己专属的 App， 在 App 内你可以去看现在环境的 PM2.5 的状况，那也可以操作空气清净机的模式啊或风量等等。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它可以让你设定自动场景和一键执行。那自动场景可以针对你想要的状况，像是每天到早上8点的时候就启动，或者是根据温度、湿度去调整成你想要的模式和风量。
那一键执行的部分则是可以设定你想要做的一连串的动作，像是你想要按下这个按钮之后，它就可以触发开机，加上舒眠模式，加上运转3小时后停止，这3个动作就可以一键去执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而让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它还支援了智慧助理的部分，像是 Google 的 Google Assistant 啊。Apple 的 Siri 啊 ，Amazon 的 Alexa 啊，那我自己是测试了 Google Assistant 的部分。那基本上除了最简单的开机关机这种指令以外，如果搭配 Google 的日常安排，你甚至可以语音去唤醒刚刚设定的一键执行和自动场景的部分，我觉得真的是蛮方便的。就等于说 App 内可以做到的事情，你现在只要设定完之后，你在 Google Assistant 上就可以直接用语音去呼叫它去做，就觉得超级猛。然后最后我想聊一下他们贴心又聪明的部分。这台机器具备了底部的小夜灯，以及动作感应器和光线感应器，而当它侦测到房间关灯时，机器就会自动进入舒眠模式，也会把底下的感应灯和面板的灯号都关闭，就是不会打扰到你的睡眠。我觉得这真的超级贴心的。那再来贴心的部分还不止于此，就是当你如果在睡觉的时候起床尿尿经过的时候呢，它会侦测到有人经过，它就会自动把底下的指示灯打开，就以防你在黑暗中踢到它。哇，真的是就甘心真的是非常的贴心，我觉得很不错。那最后我想提及几个小点。首先呢，这台机器的重量是10.7公斤。那搬运的时候，因为左右有 T 把设计，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蛮好搬的啦。那不过如果你是很常需要移动空气清净机的人的话，我自己还蛮推荐你直接加购他们的滚轮，就是这样你在移动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那如果家里有宠物的话，你可以选购他们更密的极细绝滤网，去取代第一层的粗效滤网，这样在过滤效果上毛发的部分会更加的好。那此外这一款是有配备儿童锁，那你可以透过 App 去启动它，所以就不用担心死小孩这边乱按。然后最后就是费用的问题啦。因为这种类型的空气清新机，可能会有人担心说它的电费会不会很贵。那这边的话，它每日的电费，干爹跟我讲说是大概一天只需要台币2块钱左右，基本上加上5号材的缘故啦，所以说我自己来讲，我使用它都是24小时全天候开着，非常的爽。好，那差不多就是这款空气清新机的介绍啦。我自己觉得能体验到这款产品真的非常的幸运，就是5号材，然后清洁效果又好，然后又非常符合我自己科技 YouTuber 的喜好，就是非常的智慧家电，开口就可以教他做任何的事情，然后又有自动场景和一键执行，真的非常棒。那产品的资讯我会放在底下资讯栏的部分，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底下留言。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就帮我点个喜欢，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如果有兴趣小额赞助这个频道的话，也欢迎成为频道会员。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